蛇鳞，上次勘察竟未发现。宿命，好像不光有蛇鳞。不要慌，此蛇无毒，也不咬人，就喜欢缠绕。你就是老猫？是我。定金带了吗？当然。听说老猫在探查和追踪宅门密室上很有手段，你帮我查个女人，我怀疑她行为不端。你家娘子在外边有相好的了？当然不是我家娘子，是我一个相好的。我现在怀疑她有了别的相好的了。你可有证据？有啊，她现在总不搭理我。昨天不是下冰雹吗？我怕她被砸着，特地给她送伞去，她也不让我和她亲热，还说什么家里有郎君呀。可之前她早已向我表达了爱意，却至今不让我得手。这定是有了新人忘了旧人，拿他自家的郎君做幌子呢。我心里不服气呀，我对他可是掏心掏肺的爱呀，他怎么能对我如此狠心呢？哎，那你是想……我现在要知道他那个新相好的叫什么，住在哪，是干什么的。哎呀，你想知道这些，有何意义啊？当然有意义啊！我要知道究竟是谁从我手里抢走了美人儿。哎呀，兄弟啊，你这个事儿听上去有点复杂。我懂你的意思，你查清楚之后，我再加你2块银锭。不过，我就怕你没这个本事啊。哎，我做事儿如果没有口碑，那你还会通过掮客找到我？那倒也是啊。行了，说吧，你那相好的叫什么名字啊？不要。好名字啊！你告诉我，他住哪儿？就在那个青石巷最里头那家。5天啊，就5天，5天之后还是这个时辰，我还在这儿等你。5天够吗？不行，7天、3天，一言为定。张三啊，哎，钱老板，给我来碗汤。好嘞，多加点肉。哎，好。
何人发现的尸体？啊，是我。我是青龙坊的方正，大伙儿都叫我光叔。今日午时，我来找孟令史要衣服。要衣服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最近天子开辟朝堂新气象，卢参军您不也是推行新政，入方理案吗？故而我呀突发奇想，在青龙坊推行一项新举措，让大伙儿把平日里不穿的衣服都捐出来，救济穷苦人。可这孟令史及时抠门，一直不捐。今日我特地来催他，我在院子里嚷了几嗓子，没人答应。又见房门开了一条缝隙，我怕是遭了贼，我就进来了。可结果，孟令史叫什么？孟不疑。此人可是孟不疑？哦，不是，他叫张三，是本坊卖羊汤的，早些年也曾发达过，可是啊，后来又落魄了。其实他就是个无赖，且为人极狡诈，往往做了恶事，不让公谢拿到把柄，总是逍遥法外。总之啊，非良善。可此人怎么会死在孟不疑家里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听闻孟令史最近都在公谢夜值，可发现尸首都好久了，却一直也不见孟家娘子红药的踪影啊。红药，就是入坊理案时弹琵琶那个女子。结果，谁死了？你这话问的，这孟家死人，除了孟令史，那就是红药呗。红药，那究竟死的谁呀？肯定是红药。不是有句话叫“红药搏命”吗？呸！什么红药搏命？那叫红颜搏命。你这老匹夫不懂瞎胡说。让一让。快点！谁说孟家死人？死的非得是孟令史和红药，没准进贼了呢。你看，这我做说的也是。苏先生，你们来了。死者是何人啊？非主家，是外人。哦，哼，怎么才来啊？我的马慢，尸体没动过吧？当然没有。即死者因命丧于昨夜子时，脖梗侧有利刃伤，足以致命。此刀并非凶器，伤口尺寸甚小，从形状看，应是剪子一类的利器所致。脸部有淤青，颈部有明显勒痕，但并非绳索所致。怎么回事？听说里面死人了。你看看这个，怎么了？孟令史，你家出人命了，快进去看看吧。不要！不要！孟令史怎么才回来呀？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这，光叔，我家红药呢？就是没见着娘子啊。哎，雍州司法参军卢林峰。啊，见过卢参军。孟令史每日夜值，转天何时回家？我通常是沉默4初时分，不过今天我出了公谢，去了趟鬼市。去鬼市做什么？啊，我最近在写一部志怪笔记，因涉及神鬼，恐不利于阳气。但我听说，鬼市所受扬州6合指有驱邪之效，百鬼莫进，故而去寻。那你寻到了吗？没有。哦，那若哪天你寻到了，告诉我一声，从哪儿买，我也得买点。你也写志怪？成书没有？哪个书铺有售啊？孟令史，昨夜可曾回家？没有。
有人作证吗？我李氏的小厅最近就我一个人，也没有其他人来过。啊，老书吏可以给我作证。我昨天晚上还和他喝酒来着，他知道我最近在写志怪，这几天都在跟我说蛇妖的故事。蛇妖的故事？啊！这是何人啊？张三。张三，他是干什么的？怎么会横尸在我家？孟令史不认识此人？就是方中卖羊汤的。我怎么可能认识卖羊汤的？我就想知道我家娘子在哪儿。他会不会回娘家了？不可能，他都不是长安人，他也没什么娘家人。孟令史和娘子是如何认识的？他在骷髅弹琵琶，我俩认识的。后来我考上进士，又进了宫县，就把他接出来，然后我俩就成亲了。孟令史经常夜直，写志怪笔记费了不少脑子，不会被白了头发吧？我这头发好着呢，你看一根白头发都没有。那你娘子红药呢？我前几日到青龙坊见过她，不过没有看清楚。他就更不可能了，他那么年轻，那一头秀发，乌黑柔顺啊。那这个是怎么回事？我刚才例行勘察时发现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谁的白发竟会掉在我家床榻之上？谁说孟家死人死的非得是孟令史和红药？没准进贼了呢。出来了。请教这位先生，里面死的可是红药啊？你认识孟家娘子？我不认识，只是纯粹的好奇。无可奉告。刚才有个年轻人，却是满头白发，可有印象？记得，还多嘴来着。找到他，带回宫县。明白。外边有个人，帮我盯着他。老贾，可将尸体运回宫县，存入冰室了。但记住，抬出去时需用白布扇好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死者的身份。是。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你认识吗？我不认识。哦，今日在孟宅，你是这么问我的？请教这位先生，里面死的可是红药啊？是啊，当时就说了，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孟家娘子。我可没说这画上的是孟家娘子红药。罗参军，他不老实啊。这好办，交给我。哎呦，不劳女侠动手，我实话实说，实话实说。是，我是认识红药，但是他不是我杀的。虽说我找人在探查他新的相好的，但我并无歹意啊。再说，我怎么舍得他死啊？你找何人探查的红药？老猫，一个探查和追踪宅门密室的高手。老猫？可知其真实姓名？那肯定不知道啊！找他们这样的人做事，规矩我懂，不能问真实姓名的。规矩？这都是什么人定的规矩？有些规矩害死人。这样，趁着喜君在，
叫他画出老猫这个人，还有虎神通的雇主。你是暗探总监，你说这两个人应该怎么查？这两个人，等一等，一休，卢凌风，钱正和虎神通所描述的看似大相径庭，但实则却极为相似。不对吧？这两个人长得完全不一样，神态也不同，而且我觉得差着10几岁呢。在不同的心境下，同一个人也会有不同的神态。但为人画像最核心的是眉宇间的结构。我虽然不敢完全确定，但有种预感，钱正和虎神通所见的是同一个人。我怀疑，这个胡须是伪装的。因为，那能否去掉伪装？我正有此意，我试试再画一张。甚好，有劳喜君了。需要多久？1炷香的时间即可，但我需要一个人安静的画。一休，卢凌风。喜君，你见过孟令时？令史？哪儿的令史啊？哎呀，如今苏山殿生意甚好，喜君忙得不可开交，当然没有见过孟不疑。孟不疑，这名字倒是蛮有意思的。卢参军，卢参军，苏先生。小姐，我废物，在鬼市上把孟不疑跟丢了。我的就是他。好啊，说，你为什么让这个什么通的刺杀我？我杀的就是你，你勾引我娘子红药，我不该杀你吗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我和红药的事啊？钱正，你不是请过宅门探子查红药吗？是啊，叫什么老猫对吧？老猫，你再仔细看看他的这张脸。远点！过来！你就是老猫？是我，你可有证据？你告诉我，他住哪儿？是你呀！那个宅门密探是你假扮的。哎呦，我怎么那么倒霉，雇了你去探查红药？现在知道倒霉了。你勾引我踢红药的时候呢，你活该倒霉，你该死。你娘子呢？现在对我也是红药出，红药出墙，我也是受害者啊！你闭嘴吧你！啊！你打我！你不反思你自己，你打我！你是娶了红药，但是你关心过他没有？你连长安城都没有带他去逛过。他孟不义还不给红药钱花。娘子生得如此美丽，不应该有最好的首饰和衣裳和她相配吗？打我！虎神通，你不是号称鬼师第1刺客吗？你收了我的定金，你怎么不杀了他？你说全一点。我虎神通那是长安鬼师第1便宜的刺客，便宜没好货，你用我，算你倒霉。倒霉呀！好了，把他们俩押下去。啊！不是，你打我怎么算啊？走！哎呀，我怎么那么倒霉啊？哎呀，孟不疑呀，孟不疑，你是户部令史，要处理户籍、均田、共赋的事宜，还要协助上级官员进行相关决策。虽非正官，你也够忙的呀。能挤出时间写志怪笔记，我很是钦佩。还兼做宅门探子，
你忙得过来吗？忙是忙些，倒也忙得过来，少睡一些便是了。孟不疑，身为户部官吏，雇凶杀人，你可知罪？陆参军，我虽雇凶，却杀人未遂，当从轻法判吧。而且我妻到现在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你把我弄到这儿来，你审我做甚呢？孟令史，刚才公堂之上与证人厮打，我可立即叫你挨板子。孟不疑，既然你可以雇刺客刺杀钱正，那你也可以找其他刺客去刺杀洪耀，甚至有可能亲手杀了自家娘子，然后把尸体一藏，说人失踪了。是也不是，从实招来。伦令芳、苏明，二位可是破获过参天楼诡案，识破天惊，成佛寺缉拿魔王，名震长安。难道就这点本事，让一个小娃娃毫无证据的在这公堂之上喋喋不休？这太可笑了！薛系长，多嘴了。请问孟令史，昨夜你在干什么？公谢夜职。可是有寄居郎见你回了家，而且是翻墙而入。没有。要证人与你当堂对质吗？来啊！哎，你们找来的证人，不会就是这个白发小贼吧？我家床榻上的头发是不是也是他的？还什么寄居郎？我看他就是个贼！你们连贼的话都信啊？我不是贼，我真见你跳墙进去了。我离你那么近，你出去的时候是走的门，你还夹着一摞纸。你住口！我昨日就在户部夜职，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公廨。老书吏可以给我作证，我孟不疑虽只是户部小吏，但我起码是正人君子吧？你们不信我的话，却要信这个白发小贼的吗？他完全是血口喷人！陆参军，你们雍州府还能不能做点正事？我娘子到现在已经失踪多时，你们要是不去找她，行，我自己去找。站住！薛系长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昨夜我真见到他了。薛欢，继续跟着，莫跟丢了。是。主人，洪耀失踪，是你所为。真离不开那个女人啊！你忘了7年前是我不让你跟她天天腻在一起，按着你的脑袋临阵苦读才考中了进士，否则现在还是岭南山里的一坨牛屎。就算我娶了洪耀，也不会影响我是您的仕途之路。闭嘴！想什么女人？你现在给我老老实实的种天麻，这是当今天子最大的喜好，而你已经足够幸运了。一个8品官，准你穿飞袍，被视同5品，比你上头的太医令还要高。这些都是我运筹帷幄的结果。你不对我感激涕零，还来质问我？主人，求您了，洪耀不会耽误我仕途的，我一定尽心竭力，争取当上太常寺卿。那怎么行？我要让你一步一步的往上爬，给我染指宰相。到那个时候，我这个没资格考取功名的药材商人，就可以做长安的幕后之王了。卢兄，坐，请用茶。喝茶就不必了，我来是想请严惩看一幅画。画？这谁画的我呀？是我画的。可我与姑娘素未谋面啊。
是没有见过严城，但是有人见过。我是根据那人的描绘所画。谁？至于那人的名姓，我倒不方便透露。不过卢参军自是知道的。此事涉及一桩命案，还请严城配合，如实回答我的问题，不得有半点隐瞒。如果在这儿严城有所顾忌，可随我回雍州府。只是在此之前，需你的人配合我的人员，将药园及严城的住所仔细搜查一遍。见过严城。哎，站住！站住！让开！何人击鼓？卢参军。我承认，我昨夜回过家。哦，可雍州府已有人去过户部，老书吏可以作证，说你通宵夜值并未离开过。他昨晚一直缠着我，跟我说蛇妖的故事，那简直是胡编乱造，乏味至极。我不想听，就给他开了一坛酒。那老书吏不胜酒力，喝了2碗，就倒下了，一睡就是2、3个时辰。我就趁这个时候回了趟家。因为我写的志怪笔记需要大量的纸张，用户部的不太合适。自从这严君县回京夫人后，我和洪耀就不和睦了，所以我一直怀疑他。我进院后，看见屋里亮着蜡，我就上前使劲敲门，我就想吓他们一下。洪耀，开门！谁呀？我，快开门！来了来了。今晚不是夜值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哎，你看什么？你回来捉奸的吗？我问你，我先问你吧，你告诉我你在户部任职，但是令史就是个小打杂的而已，光在户部就有5、6、10个，不但职位卑下，且不入官品，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？谁骗你了？令史虽小，但职责颇重，那也是9品。得了吧，留外品阶跟留内正官能一样吗？距于令史位上7年，但凡以我为念，你就不会天天去写那些志怪而不思进取。你把我休了吧！你说什么？把我休了！休了你，你好和严君县破镜重圆，没门儿！我虽未当面揭穿，但你严君县，你当时就藏于我家中。你说，你到底藏哪儿了？莫不疑，你说你娘子与他人有私，可有证据？有啊，我当时一进屋，我就看见一双褐色的靴子就藏在床下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就这双。卢参军，莫不疑，你还有什么别的要说吗？我暂时没有了。严城，该你了。既然有人画了我的像，等一下，卢参军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对他尊称严城，对我直呼其名，你俩啥意思？官官相护啊！哦，在下乃现任雍州司法参军，虽穿不上遣妃官服，
但也不至于巴结他。毕竟，卢某曾为前右金吾卫中郎将，前大理寺少卿。但是你说的有道理。卢某刚才有口误，从现在开始，公堂之上皆直呼其名。严郡县，孟不疑怀疑你昨夜在他家中，你怎么说？你想好了再说，因为你所说的一切都会被记录在案。既然画了我的像，那就有人看见我出入孟宅了。再说，我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有什么不好承认的？好你个严郡县！你趁我夜知，撕毁我娘子，我去死你！为了弘扬又如何？本来就是我的。公堂之上，阿飞，快过来看，这是蛇鳞。蛇鳞，那张三应是先被蛇绕了脖梗，之后才被剪刀捅刺，还是紫色的。恩师狄公传我验尸之术时，曾专门教我辨别天下毛羽、裸鳞介等各种动物。不过，到底有没有紫色的蛇，我这一时还真有点含糊。待我把这段看完，也许就有答案了。看完？我说，咱看志怪能不能换个地方？这儿阴气这么重，你不觉得瘆得慌？洪耀出身琵琶女，久在阁楼，那性子朗然，爱热闹。而我则是个漠然之人，故他嫁我没2年，我们就开始拌嘴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写志怪杂书之类的，神神鬼鬼的，更是少了人间情趣，所以我俩之间的磕绊就更深了。洪耀是幽州人，他来到长安后，直接进了平康坊，对京师其实很陌生。他曾叫我带他逛逛长安，但我怕花钱，就以公务繁忙为由推脱了。现在想来，真是不该。哼，你太不该了。有一阵子，我俩一吵架，他就去坊间的小广场给跳舞的人们弹琵琶伴奏，时间长了变成了习惯。对此，我很是担心。虽然跳舞的以女子居多，但围观的多是男子啊，所以我经常梦到他。故而心神不宁，都睡不着觉。哼，你是因为怀疑洪耀才睡眠不好，早知道我才不给你开什么方子。哎，只道事情原委，禁止互相诋毁。那我怀疑的有错吗？他回到长安后，经常假借拜访同窗之名来我家，那就是为了洪耀。洪耀能重新回到我的怀抱，那是因为你一直隐瞒官与吏的区别，以致洪耀非常生气。回哪儿？你再说一遍。回你的怀抱啊！我说重新回到我的怀抱，那只是打个比方，其实根本就没有的事儿。直到昨夜我去他家，也是因为洪耀求我，让我为他这个不争气的男人想想门路，帮他从吏变成官。谁信啊？就你说的这，你有必要脱鞋上床吗？你是我跟洪耀互诉衷肠，情不能已。我是脱了靴子，上了床。洪耀，我们离开长安吧，远走高飞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。怎么可能？你不做官了？为了你，我心甘情愿。这孟不疑不是叶迟吗？是啊，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哎，快，进，快！原来你就躲在床底下，早知道我当时就应该把你救出来。进门的不是你，啊？是青龙坊卖羊汤的张三。我是听洪耀叫他张三来着。当时我在床底下
发现自己的靴子没藏好。怎么是你？怎么没想到还用了别的枪好啊？张三，你个丑来，你给我出去！你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说我做什么呀？你再过来，我喊人了！你喊呀！我可有年头没听你喊了。想当年我张三有钱的时候，也包过你这平康坊的花魁呀。我已嫁作人妇，不再是从前。你若还不走，我保官抓你！报官抓我？啊！你别以为我想占你便宜，说正事，银子在哪儿？我男人就是户部小吏，哪有什么银子啊？你知道我不好护你，要是不说出你家银子在哪儿，生吃我掐死你！你男人不是在攻陷邺池吗？我如花似玉的，男人自然不放心，每晚定时回来看我，要不然我怎么会给你开门？你要干什么？不可！我男人是户部令史，你若杀了他，你一身头也不保，就没法再逍遥法外了。我躲起来。不可！这里。别多嘴，否则我把你们俩都宰了。之后进来的才是你。待孟不疑走后，我就听见那柜子里叮叮当当的响，还有张三一直在低声嚎叫着，非常恐怖，以致我也很害怕。叶朗，快出来！先。快走吧！果然，严郡县他招供了，就是他把红药拐跑了。你告诉我，你把我家娘子藏哪儿了？你还我娘子！孟不疑，我没拐走红药。昨夜，他送我到青龙坊的小广场，让我先走，然后他就回去了。之后你再也没有见过红药？没有，我严郡县可是朝廷正官，这么丢人的事儿我都承认了，还有什么好隐瞒的？我初步推断啊，有一条紫色的蛇，在那个衣柜里袭击了张三，缠其脖颈，致其失去意识，并跌出衣柜。故张三所持利刃上面没有血迹，只是掉在了自己身旁。义兄神了，正与严郡县的供词对上了。我是听红药叫他张三来着。根据严郡县所述，张三在柜中仿佛正是与一条蛇搏斗啊。只是紫色的蛇，我平生闻所未闻呐。但这志怪上写了，有岛，名曰东夷，虽悬于海外，但历代岛主都自称是舜帝之后。岛上特产奇石怪树，上面还有很多种动物。岛上的人多断发纹身，精通诡异之术。开唐之初，武德年间，东夷岛主跋涉数月来到长安，却觉得没有受到鸿胪寺的礼遇，就怀恨在心，将所带之特产全都倒进了曲江。这里面就有极为珍贵的药材1品子。药材与蛇何关？就是蛇胆。这1品子既是药材的名字，又是蛇的名字。之所以价值连城，是因为此蛇胆必须活取，能解毒去疮自不必说，最关键的是，据说它还能让人起死回生呢。所以他们倒进曲江的都是活蛇啊？对呀。传说此蛇寿命极长，每条都能活到60岁以上。更奇的是，此蛇一到60岁，它的信子就会由红变紫，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活取蛇胆才最为珍贵。
我想起来了，绝不是传说。我的老恩师就曾经用过一品子，让一个行将就木之人起死回生啊！等一等，我记得严君宪还说，来到长安港口前，他就是个乡下的捕蛇人。哎呀，看来我还得再去一趟孟宅，我要确定这张三之死和这个一品子有没有直接的关联。但这个孟不疑极难对付，即便张三真的是被蛇勒死的，他也不会承认与自己有关。毕竟青龙方靠近曲江，他会说是蛇自己爬到他家中的。对呀，既然真有这一品子，那长安最贵的药店肯定有线索。毕竟这些药店的老板都是最有钱的人，像这种能起死回生的药材，再贵都有人要啊。哎，还有，严君宪本就是太医城，也许一品子出自太医署。那我们兵分两路去高一点。这是蛇林，上次勘察竟未发现。宿命，好像不光有蛇林。不要慌，此蛇无毒，也不咬人，就喜欢缠绕。你千万不要跟它较劲，越较劲缠得越紧的。老飞，救我！这蛇定怕艾草。艾草来了，艾草来了！这蛇是怕艾草，可越熏它越烦躁。哎呀，安神，安神，安，沉香。艾草浓烈，与之相反的是温和的沉香。此蛇定喜沉香。祖明，蛇已经走了，你可别装了。祖明，哎呀，我不会把你害死了吧？这……一、二、三，不会呀。三下必醒啊！哎呀，我可怎么跟樱桃交代呀？这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哎呦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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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张三，你说什么？张三。定是被这蛇勒死的，可他脖梗处的利刃伤是何人所为？按阿将供述，是红药。那他为何呢？哎呀，生死攸关，你不想自己还想别人，你的命要是没了，樱桃可怎么办呢？二位买蛇胆呢？我们这儿最全了，要什么品相呢？一品子。啊，一品子啊，
您确定？嗯。那得看你们带够钱了没有。开价吧。10万钱。但我们得先看看货。看货？这你就不懂行了吧？啊，想要一品紫啊，得等。不会是没有，根本就是在骗人吧？绝不骗人啊！您先留下3万钱当定金，如果没有一品紫，原数奉还。你可知那一品紫是活蛇取的？原先不知道，也是这2天刚知道的。可是有人来卖过，何人？与你何干呐？啊，该不会你们也是开药铺的吧？你们是哪家呀？在长安的药铺里边，我们康哉要说是第2，没人敢说是第1。就你们也想染指一品紫这样的奇货，财力够吗？雍州司法公廨查案，从现在起问话需如实回答，不得有误。哎，如实。哎，客官，本店已经关门了，买药明天再说。我不是买，是卖。手上有什么好东西啊？只要稀缺，价钱好谈。一品紫，我带了现货。蛇，你，我们康哉药铺的蛇胆是长安最有名的，你取蛇胆来不就得了？你还带条蛇过来，要死人怎么办呢？卖金须向10金价，看来你不懂，就算了吧。哎，等等，我是不懂，但是有懂的呀。你若真想卖啊，明天再来。今天我连夜请教了3位名医，有2位都说出来是一品紫，我这才知道是奇蛇，而且要在活蛇身上取胆，药效奇特，能起死回生。第2天，哎呦，来了！哎呀，这个药1天3次，你回去按时吃。在这长安城啊，能收得起你这一品紫的，也就我们康哉了。我可以给您出1万钱。5万钱，少了不卖。他呀，药价太贵，我讨价还价用了1个时辰。终于讲到了3万钱，但是我并没有立刻买下呀，我是怕万一卖不出去，砸在手里可怎么办？我就让他先带回去，约的是这月初10再过来，我也好趁这几天找找买家。你倒是个生意精。那樵夫的长相，你可记得？记得。描绘给我听，越详细越好。是。吃多了，算了，也没什么好赚。主人，是你吗？主人，红药，是你吗？你藏哪儿了？吓死我了，红药！孟不疑，你怎么来了？好你个严君贤，你拐走了红药，你还不承认？红药现在何处？你快把它还给我！你可真无聊！你刚才还在喊他的名字，你就算红药来过又怎样？他走了，自己走的。你把他交出来，不然我让你你疯了吧你！你私入药园，这可是给天子种天麻的地方，我随时可以把你扭送官府，让你连小吏都做不成。你还我红药！还我红药！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我告诉你。你身边那个仆人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还找不到红药，
万一他把红瑶害死了怎么办？这就是你招惹那女子的结果，把她背到天马地里埋了，那里有个挖好的现成的坑，还愣在那儿干什么？你这个没用的水鸡，是要将我为你谋划的前程毁于一旦吗？快点！白净净的，脸很白。不必画了。啊？师梦不已。 5万钱，少。他怎么办？早就发现你了，你呀，永远都是只水鸡。小心点啊！何人？孟不疑，为何2次击鼓？我知道红瑶的下落了，你们快去救她！我承认，那一品子是我的。2个月前，在太医署药园。 这些草药你也不用去外面买，待会儿让药园生帮你配好。哎呀，这多不好意思。客气什么？咱们是同窗嘛，这点情谊还是该有的。院长，院长，不好了，那条蛇跑了。蛇？哪条蛇？就是殿中省送过来那条紫色的蛇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怪吓人的，丢就丢了。他自己跑的，我们也没有责任。做好记录，免得日后麻烦。 好的，好的。我一听到紫色的蛇，就知道是一品子。那药园外就是曲江，我想那蛇一定是爬出了药园。我就趁夜带着艾草去熏，费了我3、4个晚上的功夫吧，我就把它熏出来了。只是那蛇信子上是红色的，故儿还不到60岁，还不能取蛇胆。我就在想，我若要取到那极珍贵的蛇胆， 还不知道要养它到什么时候，没想到前些日子，它竟然变了，变成紫色的信子了。有药铺的老板听闻，就愿意花3万钱买，就是尚未交货。是西市的康灾药铺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卢参军已经查到并画出了你樵夫打扮的人像。 严军县人呢？我家严城去南山采药了，说是要住几天。南山，这里的草药还不够多吗？我们也觉得奇怪，但就是这么说的。他带的谁？是仆人明石赶着车，应该并无他人吧？什么叫应该？当时严城在车棚里并未说话，而且要去南山采药，还是明石告诉我们的。我即刻去追。只是不知道出的是哪个城门。 去南山，走的应该是不对，去南山恐怕是个借口。现在怎么办？我可画出明石的人像。
越快越好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事先将蛇放到衣柜里，又有意地灌醉了老书吏，赶回家中，原意应该让一品子对付严君宪吧？是。红药曾被严君宪抛弃过，后又为其轻生，虽现已嫁我为妻，但那严君宪回到长安后，他就勾引有夫之妇，这口气我能咽得下啊？那你怎么能断定那一晚严君宪会去你家？我察言观色呀。那我和红药毕竟也是7年的夫妻了，他要对我有所不忠，那我是能察觉的。只是我没想到，那天藏在柜子里的竟是张三。事已至此，你应把所知道的毫无保留的全都告诉我。我都说了呀。那我是哪儿露了马脚，会让你们去查那一品子？你的志怪笔记写的确实不错，不仅记载了一品子的来历，还写了其缠绕杀人的恐怖。当然，在你的笔下，一品子化为了穿紫衣的美艳妇人。原来你是看了我的志怪笔记啊！哎，多谢你喜欢我的文笔。那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我那书中其实还写了一个极坏的仆人，就是那严君宪身边那个叫明石的所谓的仆人，他才是大奸大恶之人呐。哦，只是不知道卢参军能不能找到红药，我怕再晚，那红药会死于明石之手啊。如果我的预感没错，你仍有隐瞒。你到底在隐瞒什么呀？哎，他好像还有话要说。主人，你放了我，我跟你回岭南，继续做你的家奴。主人，美人，你说呢？你们主仆2人之间的事情，我不便插嘴的。红药，你替我求求情啊！红药，我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也都是为了你啊！红药，真是痴心妄想。他与你只是逢场作戏。7年前，他第一眼看上的就是我。这怎么可能？那个时候我是主，你是仆，他怎么可能会？严君宪，刚才明兰还在夸你会读书，现竟蠢到如此地步。我若是明兰，定把你活埋了。没错，不埋他，我会费力挖这么大的坑。主人不要埋我！主人不要埋我！主人，红药，你替我求求情啊！红药，主人，你看在我跟随你多年的份上，你饶了我吧，主人，我错了，主人。要不饶了他？现在来不及了，经此一番，若还让他在我身边，万一他找着机会，在我天天吃的薄荷叶上下毒，那我岂不是会死得很难看？水姬，你本来连个姓都没有，是我给你起名叫严君宪，可你不听话呀，还想杀我。回到岭南后，我会给你建一个讲究的衣冠冢，毕竟你也在县城里让我当了一回幕后的县尉，让我过足了瘾呢。哎，对了，这衣冠冢上，我就给你写上盐水鸡，如何呀？盐水鸡不是道菜吗？可惜呀，它不争气，
最终成为一道菜。主人！不要埋我，主人！红瑶，替我求求青安红瑶！你总盯着我干什么？我不盯着你，盯着这个将死之人啊！你好像说你是幽州人。对，北地幽州。明郎去过吗？倒是去过一次，好多年了。红药，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。红花的红，芍药的药。不是，是血红的红，要命的药。你可真会开玩笑啊！你这眼神，我好像见过。19年前，那时我7岁。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杀我？我是刺客，收钱杀人。卖凶之人必姓严。我只有那么一个仇家。当年我在高唐为官，那严贼是我的上司。那一年大河泛滥，恶殍遍野，严贼竟侵吞朝廷赈灾的钱物。我实在不忍灾民被饿死，才告了他。我只管收钱杀人，不问缘由。你不必浪费口舌了。你敢留下姓名吗？刺客不留名，但我的绰号，江湖上无人不晓，烽火燎城。江湖第一刺客，死后可做冤魂寻我，但我不怕，因为我连鬼都杀。大侠，我求求你别杀我爹！红药，别过来，快跑！不用跑，雇主没给我杀你的钱。幽州风雪之夜的红药。那时的我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女孩，
你这天下第一刺客，果真没有记住我的名字。竟是仇家。那你费尽心机跟他在一起，嫁给孟不疑，这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靠近我，然后报仇。我不会武，只能如此。可你为何要现在坦白？难道是想跟他一起死吗？死的人会是你。怎么样，我的苦肉计厉害吧？我给了红药天底下最毒的毒药。我刚才看到那边有野薄荷，我去给你摘过来。先办正事儿。你平时太多疑了，我给你洗的薄荷叶，你都要自己重新再冲洗一遍。不如此，我们怎么有机会杀了你？红药，你可知我对你？红药，快救我！想毒死我？你们俩都得陪葬！狗东西！骑在老子头上那么多年，老子终于有机会埋了你了！侯阳，该如何感谢我呀？那日在我家，你若不是提前吐露心声，死的就不是张三，而是你了。侯阳，我们离开长安吧。我愿意随你回老家，幽州对吧？再苦再寒我都不怕。你不做官了？不做了，
那本来也不是我的官。此话何意啊？你还记得我身边有个仆人叫明石吗？这些年，我一直做他的木偶、傀儡，无时无刻不被他控制。与其说是在做官，倒不如说是在受难。我生不如死。莫不仪不是在夜职吗？进去，快，进去。无所谓了，都过去了。我要回到长安，继续做我的太医城了。那浅飞的官袍一定会变成深飞，继而是紫衣。我水姬有朝一日一定能做到大唐的宰相，做不受任何人控制、不需要看任何人脸色的大官。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县城，我就是个8品县尉，但冥冥中，命运的大门始终等着我，等我一点点开启它。那种感觉太美妙了。那我呢？当年为什么要嫁给孟不疑？我不嫁孟不疑，我如何等到你回来？你若不嫁，我此回长安，定能把你从平康坊赎出来。才子佳人，再续前缘多好。现在说这些有何用？我问你，此刻如何待我？只能说声对不起了，红瑶。你得死在这儿，不然你早晚会把我的事情败露出去，那将影响我的仕途，影响我的前程，影响我光宗耀祖。你要杀我？我当然不会承认。这是明石的剑，不是天下第一刺客烽火燎城的剑。你下毒害了他，他一剑杀了你，你们俩同葬刺穴，岂不正好？如此邪恶，与明石有何区别？我比他更能忍。我出身卑微，若不忍，哪有今天？童瑶，你以为我会为了你，放弃我大好的前程？其实我对你，不过就是逢场作戏。当年，我要不假装与你缠绵，他早就能够看出我的野心。那我如何还能够活到今日？如何又能等到他出钱，助我平步青云？我不甘心，我不要死。来不及了，一切都太迟了，我也舍不得。但是，不要，没有办法。